中国赢妈了。最近不少短视频博主、爱国营销号喊得比谁都起劲，弹幕刷得比春运高铁还密。一时间，从微博到抖音，从朋友圈到微信群，仿佛全世界都在目睹中国躺赢，美国哭晕在厕所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句口号背后到底是胜利的号角，还是崩溃的鸦片？当你看到某地新建了一条高铁，或者一条关于中国芯片超英赶美的新闻刷爆全网时，是不是也会心潮澎湃？是的，中国赢妈了。可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些赢妈了的欢呼声中，全国青年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，2亿中产被房贷压垮，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还息，上市公司财报一片哀鸿，倒闭的制造企业像割韭菜一样密集。赢妈了，麻的是谁的神经？2025年4月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.4， 连续第6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，表明制造业活动持续处于收缩状态。同月，美国 PMI 为 51.8， 日本 PMI 为 52.5， 越南 PMI 为 51.2。 当中国人还在欢呼订单回来了，欧美挺不过去了的时候，现实是订单去了印度，工厂搬到了越南。据日经新闻报道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已有超过356家外资制造企业关闭了中国工厂，其中 47% 选择转投印度市场。不是外国人打不过我们，是他们不想玩了。更麻的是，这些订单回不来了。中国技术突破领先全球，你敢信吗？中国赢妈了的另一个支柱是科技自主突破的狂喜。比如每隔几天就有国产光刻机下线，华为突破5纳米，大基金2期正式启动这样的消息刷屏。看标题你会以为中芯国际明天就能量产2纳米芯片，华为明年就能干翻苹果，连台积电都要回家种田。但请别忘了，2024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3490亿美元，超过原油进口。被寄予厚望的大基金2期已有6位高管因腐败问题被查。日经亚洲披露，尽管中国在 AI 芯片上小有进展，但高端光刻机、EUV 光源、一代设计软件等关键设备依旧依赖欧美。这不是技术领先，这是自我麻醉。说中国赢妈了，但你敢看看你手里的钱包吗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.3%， 听起来像是通胀可控，但真相是涨的是房租、学费、医疗，跌的是猪肉、蔬菜。你赚的没变，花的却多了，你工作的时间更长，生活质量却更低。这就是所谓国运兴盛的样子。赢妈了最大的代价是年轻人被输光了未来。官方不再公布16至24岁失业率，但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青年就业研究报告，202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47.3%， 其中文科类专业的就业率低于 40%。 985毕业、送外卖、硕士失业在家半年，这些不再是个案，而是趋势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2024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244万个，但高质量就业岗位缺口仍约200万至300万。全职儿女慢就业成为常态，内卷成了生存方式。你说年轻人躺平，可他们根本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。当人生规划从买房买车变成怎么活下来，当婚姻、生育、生存都成为奢侈，别再用国家赢了来掩盖个人的失败。我们出口又增长了，我们向俄罗斯、东盟出口逆势上扬，这些看似令人振奋的贸易数据，真的意味着我们赢妈了吗？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对欧美出口
下滑 8.6%， 对俄出口增长 12.9%， 对东盟增长 3.1%， 整体出口同比下滑 2.4%。但你知道增长的是什么产品吗？出口到俄罗斯的是低端电子产品和工业零件，出口到非洲的是塑料玩具和鞋袜。出口价格普遍下跌，利润被严重压缩。出口额增长不等于赚钱更多，而是靠薄利多销在勉强维持生存。过去我们靠着外贸创汇建设国家，现在我们靠着低价倾销维持呼吸。这不是赢妈了，是耗妈了。谁在唱赢，谁在痛哭。中国赢妈了的背后是一场精准的心理战。赢的从来不是老百姓，而是那些掌握流量话语权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热衷喊中国赢妈了的，往往是短视频里的精致爱国者。背景是国旗，标题是美国完了，一边骂资本主义水深火热，一边带火国产手机。昨天还说我们芯片突破7纳米，今天又说吃馒头才是真正的中国力量。他们高喊爱国，却从不关心你有没有工作。他们直播吆喝，却不告诉你他们的打赏收入月入100万。这不是爱国，这是收割情绪的生意。而与此同时，真正的痛哭者却在沉默中下沉。在微博热搜看不到的地方，工人讨薪，民营企业因贷款逾期，员工被裁。山东一家做出口的服装厂老板坦言，去年做一单亏一单，现在是官场求生。中国赢妈了的口号喊得越响，普通人就越像那个被催眠的赌徒，筹码早已输光，还在幻想下一把能赢回来。谁在狂欢，谁在下坠？中国赢妈了到底是谁赢了？赢的是国有资本，输的是底层的老百姓。当你听到中字头企业利润大涨，你知道它背后是什么吗？是银行压低储户利息，抬高小微企业贷款；是天然气涨价，电力提费，民营医院倒闭；是你的养老金收益越来越低，财产贬值越来越快。2024年，中国5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同比上涨 9.3%， 而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却达到了历史新高的 7.6%。你买不起房，是因为保交楼资金优先保的是国企项目；你创业失败，是因为融资渠道被国家工程挤占；你交的税越来越多，是因为地方财政要为铁公鸡项目输血续命。他们在计划经济的旧地图上造梦，而你却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裸泳。他们手里有锣鼓喧天的 KPI， 你手里只有越来越薄的钱包和越来越冷的现实。谁在自嗨，谁在撤退？你说中国赢妈了，那为什么富人正在用脚投票？2024年，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超1000万人民币的海外资产配置比例突破 6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在转移财富，转移孩子，转移身份。他们不相信赢妈了，他们在用护照和美元保命。香港地产大亨李嘉诚早就把资产撤到英国和新加坡。福建泉州的制造大户已经在越南、印尼建好新厂。深圳的炒房团现在不炒房了，改炒日本郊区地皮。一个真正赢麻的国家，富人会跑，他们看不到希望，他们当然看得见，他们比谁都清醒，他们知道这场赢的背后是一次彻底的利益重新分配，而你只是观众。你高呼赢妈了的同时，他们已经悄悄把你当成最后一块韭菜，捞完就走。赢妈了的背后是消失的真相。还有什么比不让你知道更可怕的？你以为你在看真相，其实你只是在被筛选的新闻中情绪高潮。国家不公布青年失业率了，城市人口净流出的数据消失了，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见了，城镇居民储蓄变化不再发布了，数据没了，
问题就没了吗？你看不到问题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你听到赢妈了，不代表自己在变好。就像一个病人发烧到41度，却把体温计藏起来，嘴上喊着我好了，这不是自信，这是病态。赢妈了的尽头是妈了的良知。当一群人开始为了情绪狂欢而忽视现实，当媒体为了流量不惜粉饰太平，当中国人开始集体沉迷于幻想而忽略眼前的冰冷时，真正麻的不是国家，而是中国人的良知。你说中国赢妈了，可新疆的棉农依然靠天吃饭，宁夏的农民工拖欠工资半年。你说我们技术领先，但连一颗高端一代芯片都还造不出来。你说外资在排队进中国，可资本市场的数据显示，2024全年外资净流出高达3480亿人民币。你说中国富强了，但为什么普通中国人一场病就能拖垮一个家庭，一个贷款就能逼死人，一个孩子的出生就是全家的经济地震？你要赢，请你先活下去；你要强，请你先站起来。请你记住，当你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喊赢妈了，你要学会问一句：到底是谁赢了？赢的是我们普通人，还是他们口袋里的红利？愿你在这个赢妈了的时代里，依然能保持清醒。